不知道在你心中，手机稳定器停留在什么模样呢？我相信很多人应该还停留在大大一只，然后盒装很大，感觉带出去很不方便的那个印象当中。但实际上，你看我手上的 Osmo Mobile 6，我轻轻一折，过往超大一只的稳定器，现在已经可以收纳成接近手掌大小，收得进口袋里了。重点，你知道它还可以再伸出来、延长、再延长，1秒变成自拍杆加手持稳定器吗？其实这些都不是新功能，但我相信很多人对稳定器的印象还停留在4、5年前，所以今天就跟着我一起重新认识手机稳定器已经进化成什么模样了吧。说到手机稳定器，你一定听过的一个品牌，那就是 DJI 经典的 Osmo Mobile 系列，不知不觉已经出到了第6个时代，也就是 DJI Osmo Mobile 6。过往 DJI 其实在手机稳定器上做了不少的尝试，包括我前面提到的极小收纳体积、内建自拍杆之外，最大的改变莫过于从 Osmo 4开始 ，DJI 就采用了磁吸的快拆卡扣。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有3个：第一，安装变得非常容易，把手机卡进卡扣的正中间，这样就安装完成。第二，这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你随时可以把手机从稳定器上分离下来，像是突然有电话，拿下来就好，不用很笨的连着稳定器整只在那边操作。第三，这个是附加项目，也就是卡扣多了更多玩法。这个官方夹具是可以替换的，像是官方有推出补光灯模组，就可以直接在录影的同时帮脸部补光。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想问？好，请说。那个，我想请教一下，我手机的电源键很靠下耶，这样子扣上去直接按住电源键啊，我要怎么开呀？不用担心哈。DJI 这个夹具是有斜角设计的，有帮你的电源键留出空间，搭出按键专属的避风港。再加上现在的手机都可以直接碰萤幕开启，所以问题不大。不过相对的，这个夹具对手机的厚度就有小限制。但我们测试到目前为止，我们工作室有的手机左边这边是可以的，不行的也就是这2只手机，实在太厚了卡不上去。但我想一般人应该也不会有这2只手机吧。而在稳定性上呢，其实从 Osmo 4开始用到现在，它的磁力很强，加上你上稳定器之后，晃动几乎都会被抵消，所以在画面上是非常稳的。外观上的第2大重点，我们来看配件。这次的盒装内主要有4个东西：一，当然是稳定器本体，收纳后大概这么大；第2，就是刚才的磁吸夹具；第3，官方也附了一个三脚架，蛮轻的，你可以把它装在 Osmo Mobile 6的底部，平常没有展开，可以当成延伸的握持区域，像是拍一下贴地的画面，搭配伸缩感就很实用。而当你展开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把整只稳定器立在地上，去做一些缩时，或是帮大家拍团体照都很方便。目前测下来，脚架还算够稳。不过如果有风或是地面不平，那就建议不要拉伸缩杆，让它整只的重心靠下才会最稳。最后一个，官方直接给了一个收纳袋，并且横向空间足够，像我就直接把所有东西平放摊平，放进背包的夹层里，算是非常好收纳，随时拿出来也很轻便。随后 Osmo Mobile 6在机身上也拥有一个 USB-C 接孔，最高支援10瓦充电。我们也实测，这个 USB-C 是不能帮手机充电的。接着来看实际体验 ，Osmo Mobile 6的操作其实非常简单。当你把固定锁扭开，整个展开稳定器的同时 ，Osmo 这个时候已经自动开机了。接着只要把手机吸上去，安装就完成。如果你有配对过，打开 DJI 搭配的 Mimo App， 这时候手机也自动连接完成。Osmo Mobile 6的操作区域也非常直觉。左侧有一个手感滑顺的滚轮，主要有2个模式：一变焦，第2手动转焦。变焦很直觉，就是 zoom in、zoom out、zoom in、zoom out。你也可以调整成手动对焦模式，接着透过这个滚轮完成细腻的调焦。接着面板上的摇杆就是对应稳定器的电机，可以上下左右修正画面，调整画面的视角。接着这颗红色的，很明显是快门，可以启动录影或是拍照。下面这颗就有趣了。按一下可以切换镜头，看是要用后镜头还是自拍都可以进行切换。不过在录影的时候是无法切换的。比较实用的是，你可以在横向和直向间切换，只要按2下，你看它就会自动转成直向拍摄，再按2下又回到横拍了。对于现在这个短影音大举进攻的年代来说，直向拍摄当然也是必备的功能。不过我觉得稍微可惜的地方是，因为受限于 Osmo 的手臂设计，它是无法把主镜头转向自己的。我这边直接示范一下。我们把手机放这里，接着我把它往右转，它的回转半径大概就是到这里。好，我们接着转另外一边，所以它是无法用主镜头自拍的。但如果你还是比较习惯看着荧幕自拍，那就没差。
另外还是同一颗，按3下就可以切换你要的录影还是拍照模式。只要稍微熟悉一下，我第一天拿到就已经上手了，难度不高。但毕竟是摄影工具嘛，如果你只是要稳定拍摄，那顺的用非常简单。但如果要深入去玩，我觉得可以花心思了解一下内建的4种稳定模式，分别是云台跟随、俯仰锁定、FPV 以及旋转拍摄。好，不要转台，我简单示范给大家看最清楚。第一，云台跟随这个模式最通用直觉，也就是稳定器会完全跟着你的方向，你往左，手机画面就会平稳的向左；往上就往上，往右就往右，也就是无论如何，云台都会平缓的跟着你的方向移动。第二个叫做俯仰锁定，俯仰，把俯仰锁定代表只剩下左右移动的功能了。在这个模式下，画面只会水平，也就是左右移动，比较适合拍这种平移、一直往前走或是环绕的运镜。但是你还是可以透过摇杆微调啦。第三个叫做 FPV， 这个模式就比较进阶，适合对稳定器已经很熟悉的朋友，因为云台会随你掌控，适合拍一些破水平的运镜，可以达成像是这样的转场效果。最后一个叫做旋转拍摄，这个模式可以推动摇杆，让手机平稳的往你想要的方向旋转，你可以立着转，也可以搭配身体前后移动运镜，适合拍一些戏剧张力比较大的风格画面。主要就是这4大模式，可以透过面板上这个 M 键进行切换，面板上也会直接有模式图示，帮助你快速了解。比较特别的是，左上方这个是状态指示灯，系统会侦测手机是否安装成功，而下面这颗则是电量。但要注意哦，不是看有几个电，而是看灯的颜色，这点就是要稍微习惯一下。对了 ，Osmo Mobile 6这边还有一颗扳机，我连着下面的功能一起说。接着来聊这一次 Osmo Mobile 6的一大重点，就是 DJI 更新的智慧跟随 6.0， 那搭配的就是后面这颗扳机，单击就可以开启自动跟随，双击可以让云台回正，长按则是可以锁定云台，打成敌动我不动，保持相机稳定。这次的智慧追踪 6.0， 你可以用手指画框直接选择追踪主体，然后当主体移动的时候 ，Osmo 就是会自动转动电机跟上物体移动，但是电机的速度有限啦，浪一点会比较好追。简单说，就是系统追到后就会跟着动，但这是最基本的。重点是，这次的智慧跟随 6.0 支援了持续追踪功能，我们这边简单示范。现在画面中原本人在走路，接着居然穿过了一个大柱子，人从画面消失了。人又出现了 ，Osmo Mobile 6也会紧紧的追踪回来。我跳进去，我又跳出来了，我跳进去，我又跳出来了。打我啊，笨蛋！其实不只是障碍物，在自拍的时候，如果时不时遇到侧脸，甚至是回头，它也能持续辨识追踪。目前测下来的准度都相当高。不过如果你去骗它，像是进去的是 A， 同时出来的有 A 加 B， 如果2个体态差不多的人，但是穿着完全不同，那 Osmo 还是跟得住。但如果2个真的长得很像，还是有几率被混淆的。不过这个智慧判断的机制，经过 DJI 的大小更新，到目前的版本在判断上已经非常不错了。当然，有一种情境是绝对会辨识不到的，你把脸给遮起来 ，Osmo 就会停止追踪，直到你把手放下，系统才会接着追踪回来。不过像是我这几个礼拜测试，面对狗狗这种下一秒不知道会冲去哪里的场景 ，Osmo Mobile 6也还算 hold 得住，可以应付。再来，如果你时常录影自拍，这个功能我觉得很实用。在 App 画面中的这里可以开启手势启动追踪，也就可以直接比5启动拍照跟随，再比5结束拍摄。对放着拍团体画面来说还蛮实用的，或者是单人作业的拍摄场景，你就可以把稳定器放在桌上，接着比5启动录影，你就可以自由发挥了。像是我原本坐着录影，不然要起身介绍东西，或是想带画面的其他地方，就可以直接起身，稳定器就会跟着你带到你在的位置。接着走回来，画面还是在你身上。话说，这个比5自拍对 Android 的用户来说，应该直觉到不行啊。DJI Mimo App 也内建了美颜模式，可以做到基本的瘦脸、磨皮、美白等等。但稍微可惜的地方是，美颜功能目前只支援到 1080p 30fps， 我觉得还是拍 4K 再到电脑上处理会比较实用。当然，稳定器专属的特殊玩法肯定少不了，
他们依旧在 App 里面内建了几个实用或者说趣味的拍摄模式，像是缩时摄影，总共有静态、轨迹跟运动3种。比较特别的是轨迹摄影，透过云台的转向，也可以拍摄最大240度的平移缩时影片。或者是你也可以自定最多4个点，云台就会在缩时的时间内按照你设定的轨迹移动。运动轨迹就比较单纯啦，你可以拿在手上 ，DJI 就会自动帮你把沿途的风景缩时成一个精华的片段啦。我觉得大家比较有兴趣的应该是动态变焦，其实就是大名鼎鼎的希区考克变焦，或者叫做 Dolly Zoom， 也有些人会直接合起来叫做 Zolly。无论古今中外的电影都很爱用这个镜头的效果，张力、技术、光学特性都浓缩在这个技巧当中，其实拍起来真的很不容易。而现在，透过 DJI， 你可以很容易的完成这个动态变焦的效果。首先，你可以在 App 中选择由远到近，或是由近到远，接着依照画面指示前后移动，完成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全景拍摄模式，可以拍出这种超级大广角的效果。DJI 提供了3种模式，包括了3×3，也就是拍摄9张合成1张照片。240度模式则是7张合成1张长形的照片。最好玩的是这个分身全景，透过云台转3个方向拍照，就可以合成出分身同时出现的照片啦。续航部分，我们一天实测下来，其中包含一般走路以及激烈的奔跑，断断续续，总共拍了约5个小时，电量耗尽。如果是一般走路场景，一天一充就很够用了。帮你实测充电1小时16分，可以完全充满。如果在外使用时间比较长的朋友，可以带一颗行动电源会比较保险。最后的时间，我想带大家来看 App 的使用体验。Osmo Mobile 6搭配的是 DJI Mimo 这款 App，iOS 可以直接在 App Store 下载，Android 则需要透过 DJI 官网的 APK 进行安装。但这不是重点，我想说的是 Mimo 这款 App 其实很特别，它不只是控制 Osmo 的 App， 几乎可以说是摄影新手的最佳入口网站。从主选单就可以感受到 DJI 对新手非常友好，拍摄教学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可以分成 DJI 学堂以及拍摄指导2大项。先说 DJI 学堂，主要内容就是 DJI 官方推荐的教学内容，包括详细的操作教学、各种图文、影片解说，有官方或是其他创作者推出的教学、科普影片，内容非常多，对于新手来说绝对是可以花时间看一看的。而另一个则是拍摄指导，如果说 DJI 学堂比较像是线上课程的话，拍摄指导更像是课堂后的实作仿拍，类型有很多，像是有自然、公园、城市、居家、美食、海边等等等等。选好后点进去就可以看到作品细节，以及每一个画面的分镜影片和简单的文字注解。对于没有拍摄经验的新手来说，摄影指导其实提供了很多拍摄上的想法，对于运镜还有角度的选择也给了很多实用的建议。还有一个很贴心的是，在拍摄时，如果 App 辨识到摄影指导的场景，就会在画面左上角的位置直接跳出示范影片，但前提要是摄影指导有的场景就是了。这里真的可以看到 DJI 真的很用心在做啊。比较特别的是，在相机选单里面还有个 Story 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更简单的仿拍。你可以选取不同类型的模板，点选开始后，画面就会自动跳出每一颗要拍摄的画面，并且自动帮你分配好了每一颗的秒数，照着拍就很不错了。最后 ，Mimo App 也内建了一键剪辑功能，你可以勾选大量的影片，应该是没有特别限数量啦。接着右上角导入，就自动套上模板，帮你产生一段影片。但可惜的是，不能调整每个片段的长度，就真的是自动产生。好啦，节目也来到了尾声。整体来说 ，Osmo Mobile 6就是一款足够省心、功能完整的手机稳定器，像是主要的配件在盒中都有，打开来就可以直接使用。体积小巧，安装容易，各种智慧功能、趣味模式一应俱全，以及更新后满血复活的智慧跟随 6.0 也聪明很多。如果要说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我觉得是下一代的 OM 或许可以朝向主镜头自拍，或是强化电机，让贴地或是各种垂直的仰角有更大的发挥可能。不过又要轻巧，又要强大电机，又要灵活角度，这的确是有点强人所难啦。但这就是科技嘛，以人为本，持续进步。不过话说回来，手机稳定器这几年真的进化很多，也改善了出奇不好收纳、体积过大的痛点。
如果你是有旧款稳定器，或是正在考虑稳定器，又或者是过往因为体积没有入手手机稳定器的朋友，与其买自拍杆，2023的稳定器能做到的事情比你想到的更多。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我是驴子，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啦。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